这个世界最多的就是提出问题的人。什么是提出问题的人？就是你这个不行，你那个也不对，你这个菜不能这么炒，你这个车不能这么开，这个事情你不能这么做，你的人生这么过也是有问题的。然后你一问，那你觉得应该怎么办？那对方就开始支支吾吾的，也说不出个更好的方案。这种人可讨厌了。提出一个问题很容易，谁都能看见不完美的地方，然后高高在上的说风凉话。但真正难的是，你能不能提出一个更好的替代方案？谁主张问题，谁提出方案，就这么简单。让我们从生活到社会到历史的各个角度来分析一下这个问题。比如先说历史，很多人骂儒家思想，说封建礼教害了中国几千年，但他们没有考虑到儒家诞生的时候是2000年前，那时候需要一个安定乱世、稳定人心的工具。如果你说独尊儒术不对，那请你告诉我，身为一个帝王，当时还能用什么工具来统一思想、管理帝国？那这个替代方案必须是比原有方案更好，更符合当时的历史背景，对不对？有没有？没有，那你说个毛线？你主张问题，你提出方案，当时找不到更好的方案，那要不你来穿越到过去，你带上21世纪的民主宪政模型，去找汉武帝去主张一下，重新开启一条新的历史时间线呢？另外，有人抨击古代的科举制度和后来的八股文，说这是一种文化的固步自封。我请问，从帝王视角出发，皇帝最希望的是什么？是不是稳定？那科举制度的出现是为了什么？是为了让有思想的人把精力放在功名上，这样就可以排除掉很多准备谋逆搞事情的聪明人。科举制度本身就是为了稳定，而非筛选人才，那当然是越限制思想越好啊。所以科举制度没错吧？但是无论如何，科举制度主要功能是为了维稳，次要功能还是希望能筛选出人才。那就请问了，在古代你还有什么更简单更低效的方法去筛选出有认知水平的基层管理人员呢？有没有？没有，那就闭嘴。科举就是当时最好的方案，没有之一。然后再说现代社会的问题，手机让人焦虑，算法让人沉迷，短视频毁掉了专注力，说的都没错。那请你设计一个信息系统，既能传播快、覆盖广、低成本，满足商业变现，又不打扰人注意力，不过度刺激，不过度追求热点，你设计得出来吗？如果你设计不出来，如果你提供不了方案 B， 那你去闭嘴。然后再看另外一个社会问题，很多人批评社会，说现在的人太功利、太物质了。那你有没有想过，这不是谁想功利，而是资源分配的问题。我们也不想要功利和物质啊。那你能不能构建一个新的系统，让我们更高尚一点，在不博弈、不竞争、不消费焦虑的前提下，让所有人都能不物质的去活出理想，让我们不功利的去发明和创造，难不难？能。再比如你说资本剥削，行，那你来当老板，你设计一个模式，能发高工资，不剥削，还能让公司盈利，还能让员工满意，毕竟你得让公司活下去吧。那你去试试看吧。你说基础岗位没有人做了，特别是那种工厂里的技术工种，比如数控操作员、模具开发之类的吧。那请你提出个方案呢，给员工发更高的工资，去干这个又脏又累的活，又能让工厂不倒闭。你可以骂教育、骂资本、骂历史，那你能不能提出一个更好的替代方案来解决问题？提问题一点都不难，人人都有眼睛，都能看到石头上有条裂缝，难的是找到更好的替代方案的。所以下次再有人在你旁边瞎逼逼，那你就两手一摆，问他，你有什么更好的方案吗？有的话，你来做。